5月29日岗结束，替换下一岗。换岗完成。 There are cameras in east, west, and north, filming the entrance. There's a guard there too. The back wall has a high voltage grade. Let's go. We only have 3 minutes.按照3级警报处理，备用电机将在5分钟内自动开启，请勿惊慌。 Hurry up. The power will come back on in 5 minutes. The firewall has initiated the defense protocol. I need 30 seconds. The IP is locked in. ISOC 21948. That's the one. 4 minutes left. Remote copying. Start. Cars come back early. Let's go. Let's go.杜克、雪莉，你们被捕了。杨处，这里的内容已经被他们自动销毁了，恢复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。这个就是他实施远程拷贝的证据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吧。哎，杨处，哎，刘总，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其实是我们的计划，为了保密，
所以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。张局直接联系的国家能源局，拿到的进场授权。后来在负责安保的向太生副总的全力配合之下，从电脑来到核电2所那天起，我们的人也跟着潜伏下来了。所以这些天，一直是他们在守护着电脑的安全。不好意思啊，刘总，这是上级安排，我必须执行啊。你是集团负责安保工作的，这是应该的呀。你看看，这是想不到，这间谍怎么就能就在这身边呀？这幸亏有3处，啊，感激不尽啊！您千万别这么客气，这本来也是我们的工作。但是还有一件小事情，我需要您的帮忙。核电2所的全部人员都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，在这之前，所有人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装置。在调查没有结束之前，任何人不许离开这里。杨处，你放心，我们保证随时随地全力配合。谢谢。哎，好。正式介绍一下，我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。我跟杜克先生第一次接触，应该是4月11日，在湛山酒店西餐厅。当时你给我和我的同事拍了一张照片。4月20日，我国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专家孙耀宽中毒身亡。存有技术资料的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，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做的吧？4月30日，华松美食店的老板车祸身亡。我们发现，在他的手机里边有你给我们拍的那张照片。5月12日，金州南湖别墅，2名犯罪嫌疑人非法闯入孙耀宽先生的别墅，其中一个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听不懂你说的话。我只是走错了地方，为什么要抓我？全套特制专业滑翔装备，全套电子干扰器材，切断监控，进入没有对外开放的封闭区域，切断电源，意图非法窃取我国核电技术的绝密资料。你可以不说话，你也可以跟我一直装傻，但是我们手上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。你以为你把电脑毁了，数据我们就无法恢复了吗？All right， 我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。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Money， yeah， 钱。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，因为高温气冷堆技术安全性高，核废料少，污染低，原料获取容易，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。现在全球的企业都在出很高的价格，是我和 Sherry 都无法拒绝的高价。你和桑德鲍伊是什么关系啊？同事，不熟。继续嘴硬啊！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！我承认盗窃和侵入的罪名，你们可以走你们的程序，但是要通知我国驻华大使馆，
我要见领事，这是我的合法权益。都快料了，明显是提前都准备好的。雪莉料的比他还快呢。说跟莫斯商贸集团和桑德鲍伊都没关系，就是为了钱，还要求见领事，对吧？这俩人明显对过词儿，准备挺充分的。刘卫健，你跟陈秋那边呢，有什么发现吗？他们那台电脑启动了硬盘烧毁程序，完全被损毁了，估计修复的可能性非常低。在他们的背包里发现了红外望远镜、多用途军刀，还有备用笔记本电池，但是没有找到假护照，还有机票，估计也是被销毁了。2个人的手机已经解锁了，但都是新的，没有发现任何来往的通话记录。但是我发现了非常详细的平面图，上面有核电2所所有监控探头的详细位置，甚至还包括警卫的详细的巡逻时间。这些应该都是保密信息吧？只有内部有一定权限的人才能够接触得到。2所里有内应啊。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内应给敌人提供了详细的平面图，所有安保人员的值班时间，甚至是整个核电2所电路应急反应措施，说不定还有什么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。算了，太可怕了！这个内应潜伏进来多久了？那我们现在一举一动，都是在敌人的注视之下，我们就相当于在裸奔啊！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大胆推断一下？之前孙耀宽先生参加亚洲核能高峰论坛，当时他的电脑在转移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，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内应提前透露给他们的呢？现在桑德还在瑞士，如果有内应的话，他会很快得到失手的消息，并且会立即切断一切联系，甚至潜逃。最新消息，杨处，桑德鲍伊预订了从苏黎世起飞经停莫斯科到达延平的机票，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，同时他又预订了从苏黎世飞往悉尼的机票，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15。这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啊！他在等内应的信号啊，规定时间之内如果没有等到内应的信号，他会选择飞往悉尼。要不我现在重新审杜克？现在审他能审出什么来？那怎么办？手机都收上来了吗？全都收了，整个核电2所，包括平板电脑和电子手表，我都收了。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提前制定好的计划，所以从电脑来的那一天起，我们3处的同事就潜伏进来，配合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调查。所有人的通信工具已经全部上缴，都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。另外，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上来了，现在统一存放在 B309房间。现在我们所有人的手机全存放在 B309房间，您要特别留意那个房间。哦，B309是 B309房间。明白。通知所有的人，明天早上一起出发。明白。
向先生，麻烦您通知所有人，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吃早餐。谢谢。你欠我们所有人一个解释。真的不该去啊！你不该去哪儿？B309啊！你不是不该去 B309啊，你是不应该帮助他们。你就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，所以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。B309是你必然的归宿，因为你知道那里边存着所有人的手机，而你要拿到手机，通知桑德鲍伊，告诉他这边出事了，让他别回来，否则一旦他被捕，你也会随之暴露，对吗？你们既然早知道了，为什么不找我呀？在你出现在 B309之前，我们谁也不知道。这个消息，我一共通知了6个人。这6个人，全是能够接触到核电2所详细平面图的高管。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说了，要多注意存放所有人手机的房间。B309。那个内应为了自保，一定会冒险去取手机，给敌人通风报信。所以谁出现在 B309，谁就是那个内应。不是我们把你查出来的，是你自己跳出来的。现在你愿意交代你所知道的一切了吗？我没什么交代的，我是个领导，我去取个电话，你们总不能这么限制我。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领导啊？那你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吗？你知道你是我国重点科技项目的领头人吗？为了一己私利，出卖国家的机密，置国家安全于不顾，你辜负了国家的信任，你辜负了民众的期待，你更对不起和你日夜相处的同事，
他们真的每天在这里付出自己的智慧和汗水，甚至有人为之付出了生命。你现在跟我说你没什么好交代的，你敢再说一遍吗？你的妻子、父母、孩子，他们知道你现在做的一切吗？他们知道你柳新年除了丈夫、儿子、父亲之外，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吗？汉奸。我不是汉奸。那你是什么？我不是。自己冷静一会儿。一会儿接个视频，收拾一下自己。什么视频？你老婆和儿子的视频。找到他们了？找到了。他们人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保护起来了，没跟他们说你的事儿。准备好了。新年，这么早你就到公司了？我昨天晚上加班，对，我一晚上没睡觉。哎，你儿子啊，儿子，儿子，哎，是爸爸。爸，你怎么哭了？没有啊，爸爸没哭啊。对，爸爸见了你高兴啊，爸爸高兴。新年，你可千万别犯糊涂，我们在这边已经没事了。那你们早点回来啊！我想你们。很快就可以回国了。知道。好，挂了啊！杨叔，谢谢啊！我们会保护好他们的，一直到他们回国。你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？我相信。那现在我们想知道的，你可以告诉我们了吗？桑德鲍伊那边是不是一直在等你的信息？是。早上8点。给他打电话，稳住他。我怕我做不好啊。尽量说的简单一点，别过分渲染。
也不用太刻意。你能做到？好，我能做到。尽量放轻松，千万别想现在发生所有事儿，以前怎么聊的，现在就还这么聊。好的。准备好了吗？怎么这么晚？是这样，出了点意外，不过杜克他们东西已经拿到了。真的拿到了？拿到了。我一直在等回复，为什么没有联系我？核电2所全面戒严，要不是我反应快，他们早就被抓住了。他在哪？啊，是这样。他目前在我这儿，白天人多眼杂，晚上我安排他们出去。说得好。技术比拼，下午4点，你能回来吗？哎，那都是谎句。只要文件到手，其他都不重要。那你答应我的事情，希望你能做到。就这样。等等。我想跟杜克说句话。哦，好的，你稍等，我去叫他，一会儿我再打给你。做得非常好。All right， 我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。钱，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，因为高温制作完成还需要多久？我这边采集音色还需要半分钟。陈科采集完音色，我这边合成就快了。花姐，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。我这边可以了。等2分钟再给他回过去，让他产生轻微的焦虑情绪，他的期待值会提高，判断力也会下降。好的。快完了吗 ？OK 了，杨楚。I have the documents. Just wait for you to get back. 怎么样，像不像？还挺像的，但不知道桑德能不能听出来，这个人很精明。没有时间了，也没有其他选择。打吧。哎，准备好了吗？ Hello， 哎，人到了，不要说太久，很危险。 Hello， Dirk, I have the documents. Just wait for you to get back. Good work. Thank you. Be careful. I'll be back. You hear me? You're still there? Dirk, hello?
这人太狡猾了。桑德不会听出来了吧？你立刻联系我们在苏黎世的同事，密切关注桑德保一的行踪。有什么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。好。这不会发现什么了吧？喂，你说。桑德鲍伊已出现在苏黎世机场，正在办理回延平的值机。干得好。还有一件事情，需要您帮我一个忙。建图科。刘总。这是杜克的暗号，是传递给莫斯商贸集团情报人员的密语。现在距离桑德鲍伊落地还有不到10个小时，我们必须尽快给他破译出来。大家一块想想。像密码，但不知道用的什么方式。这种110式的，一般都是在编程中使用啊。我试试啊，抓紧。这也不是计算机代码。你说，这像不像有了年头的东西？什么东西啊？就这么竖着看，它是数字；但如果横着看，像不像图案？哎，就这样。比如哈，0是点儿，1是横。厉害呀！哎，这个格式很像2战时期的老式的摩斯密码，能不能破译出来？我翻译一下啊，抓紧。哎，桑德物归，2码3302。桑德物归好理解，这2码3302什么意思啊？立刻搜索一下，包含2码3302这个关键词所有的酒店、住宅、公寓、别墅，总之所有的地址信息。搜索显示，3环路外有个2码公寓，它是一个3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，与莫斯商贸集团的距离大约是4公里。从这个公寓的位置距离上来看，我怀疑是他们存放资料和情报工具的安全屋。一会儿到家，你好好工作。我可能要去外地出差几天，办点事去。啊，这么急吗？是新书出版的事儿，我必须去。那你要早点回来哦。行。刘总，每次开完大会，你都领着我们背诵《满江红》，精忠报国。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有怒发冲冠。
局领导已经得到消息，希望您好好的配合杨光同志的工作，知无不言。事情已经这样了，我清楚，我会把我了解的一切情况都说清楚。你和桑德鲍伊第一次接触，是在什么时候啊？2018年8月21号，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是我儿子在国外入学的第一天。入学的当天，我们一家人都很疲惫了。我有几个那边商界的朋友约我出去喝酒，说要给我介绍一个新朋友。这个人就是桑德鲍伊。我们那是第一次认识，之后他真的帮我们不少忙，很实在，人也很平和。通过他的关系，我儿子转到了当地最好的高中。为了方便我爱人陪读，他还帮我爱人找到了一个既清闲、工资又高的工作。糖衣炮弹。是的，可当时我一点意识都没有。如果再让我选择，也许我还会中招。毕竟家人在国外，这是我内心最大的牵挂，也是我生命中的软肋。之后，桑德连续3年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，我还以为我结识了一个真正的朋友。直到孙先生在第4代核电技术研发上有了突破，而项目的经营和开发权落在华泽集团的时候，真朋友就露出马脚了。是的，可他们当时并没有让我去窃取技术，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中方的研发进展如何。你给了？我没给啊，我当面就拒绝了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国之重器，岂能儿戏？可是从那以后，我妻儿的境遇就发生了改变。先是他们住所里有陌生人光顾的痕迹，再后来更严重。我的儿子突然消失，他失踪了6个小时啊！直到桑德突然把我儿子送回来，我一下清楚了，我全家人的命完全紧紧地掌握在他的手里。所以你就开始帮他们窃取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。我的妻儿在他们手里啊，我实在是没办法呀，所以我就妥协了。那亚洲核能高峰论坛呢？也是你提议让孙耀宽先生携带电脑出席的，是吗？是的。核电2所数据库的安保措施非常严密，我没有答应他们去冒这个险，我只是告诉他们，孙先生的电脑是唯一的机会。我原以为他们只是要窃取技术，可是我没想到，他们竟然害死了孙先生。跟守城谈判的关键时间节点，还有谈判的具体内容，你也都泄露给他们了吧？只是一部分，因为桑德的情报网挺广的，有些情报也不只是通过我。我记得还有一个立德集团的赵亚宁也帮了不少忙。这个赵亚宁和桑德鲍伊是一伙的吗？是不是一伙的我不清楚，但是他一定是提供了一些信息。说说这次吧，这一次你都帮他们做了什么？
技术比拼提出后，桑德要了解我们内部情况，他命令我提供详细的核电2所的平面图，还有安保规则，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。图纸和安保规则我给他了，门禁卡我没给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怕暴露。门禁卡呀，每一张都有自己的编码，只要用过一次，就记录在案了。我怕用过了，他们就查到我了。但是奇怪的是，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找我要过。本来，他们计划28号晚上开始行动，没想到你们加强了安保，我想他们一定是进不来的。天穹上的2颗星都不言也不语，云层中交互光明，讲不出彼此的谜。地图上的2个人各有一番旅行，我们有过站不停，总在不舍中远离。习惯不告而别时，我和天空有约定，好像灯火阑珊的你，留住前方的原因。请记得，尽管夜再黑，尽管路不平，我会在这里。承诺过就无悔的人，不会枉付真情。别转身，继续追着风，继续往前行，我会在这里。千帆都过尽的黎明，是我诉说的憧憬。请相信，尽管夜再黑，尽管路不平，我会在这里。承诺过就无悔的人，不会枉付真情。别担心，继续追着风，继续往前行，我会在这里。千帆都过尽的黎明，是我诉说的憧憬。愿再见时的我和你，也无风雨也